爽约失踪烂理由，被放鸽子真无奈。置入业配，所以我那天很紧张，然后他又不见了，他又消失。工作结束之后呢，他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我家仓鼠死掉了。或者说可能下雨或天气太冷，或者说会爽约我朋友，我就遇到几个朋友，然后也这样子对我。在讲抱怨的故事啊，我喜欢听，我喜欢听。入山打猎被放鸟，超狂原因只能认命。我们6个人都到，就他还没到，然后找他。我说：“哎，浩浩，啊你怎么没有入山？”他说：“你们没有遇到祖先吗？”我说：“啊。”他就说祖灵有跟他讲话，就是哎呦，他就回去了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。今天我们邀请到5位来宾，他们个个都是遇到那种让人火大到不行的人间消失的行为。而对方无故消失的理由又有多荒唐、多荒谬呢？马上欢迎他们出场。来介绍第一位，首先欢迎黄心怡，哎呦，还有贾孝甜心啊，还有呀，欢迎萨基鲁，欢迎电气华，欢迎徐毛俊，欢迎陈依依，哎，好啊，欢迎。欢迎魏好。No show 是我们应该是非常反感火大的事情。当然，你一次 no show 应该有难言之隐，对，第2次 no show 应该有苦衷，第3次在 no show， 你们还选择原谅的举手。我会，会。哎呦，依依你不是真的假？真的紧张，真的，你们不会吗？ ？No show 就是毫无理由的，这个是 disappeared， 都没有来一个电话一个消息。你觉得他把你当一回事吗？那陈哥应该要听听我这个朋友的故事，因为我起码被他 no show 了10几次。哇哦，那是你的问题。但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他你觉得10次以上不是故意的？因为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少根筋，他是无论如何做什么事都少根筋。我们跟他出国的时候，他一定是。这不是钱包掉，就是护照掉，就是什么掉，只差人没掉。然后我们当中最严重的一次 no show， 是我们有一次约好要一起出国去日本，4个女生，然后只有我跟他认识，他自己约了2个女生，说我跟你讲，我认识2个很好的女生朋友，你一定要认识她，你们会合。所以我就想说没关系，说走就走，那我们就约在机场见面了。结果我们7点约好来见面，也是6点多的时候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我的电话真的打到快烂掉，起码100通他都没有接。到了日本之后呢，手机一开机有网络之后，他这才醒过来打电话。然后原因就是因为他前一天喝醉了，他有定闹钟，但他定到下午的，他定早上5点要起床，但他定到下午5点，所以闹钟没有响，然后电话又关静音，因为现在的人习惯工作都是关静音嘛，就一直震动，所以他也没听到，但他还是有飞过来，只是比我们晚了1天，而且重点是他是每一次都这样，所以我们之后又约出去玩的时候，又发生一次，然后那一次是我真的是这次我学聪明了，后来我就去按门铃，果然又喝醉了。黄心怡她的酒量也是厉害的，她也是常喝到康康的，可是我不会 no show， 哎，这个康该干嘛可怕，干嘛去。康很可怕。我之前就是我去要工作在台中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就执行经济嘛，然后我们就是前一天会讨论说，那我们是要怎么样去执行这个工作，可能搭高铁啦，或者是要怎么样，然后他就说没事，他开车就好，因为他可能想说工作结束后，然后他可以开车在台中走走，再回来。到了隔天我就想说一直狂 call他都没回，然后我就很紧张，因为你算通告在台中，对，然后我就是压线到很后面，就是我真的没办法了，然后我就请我爸带我就是到那个高铁站，然后我搭高铁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也没有他们的联络方式啊，所以我在高铁站狂 call 狂讲，然后他才跟我说对不起，我什么身体很不舒服，所以我没办法，就是今天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过去。身体不舒服不能讲一声吗？对啊，而且你至少提早讲嘛。一定是理由。下一个动作是把
窗口丢给我。叫你自己联络。叫你对，然后我到高铁站的时，就快要到高铁站，我就联络他们，因为很赶，然后就请他们来载我这样子。然后因为这样的事情其实有发生过蛮多次，蛮多次。哇，工作全部结束之后，然后因为他说他不舒服嘛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有在朋友的 ins 上面就是看到，别人标记他在唱歌这样。哇，这真的很不行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？他白天不舒服，晚上唱歌庆祝一下？他也是这样讲的。对啊，我好不容易活过来了。就是反正后面我有截图质问他这件事情，截了他那个 KTV 照片。哎，对，你怎么好那么快？而且每一次都可以好的这么快这样子。听到这，是蛮酸的。听到这种质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。对啊，我是专门酸人的那种。听到这种质疑就知道你不爽我嘛。对啊。他怎么回答？他跟我说他拒绝那个朋友很多次了，所以不能不去。然后每次都是这些理由。有这种事？对。这可以是理由，但是我们还是这可以是理由，但我不能 no 们 show。到现在还是好朋友，其实。你们到现在还是好朋友？有办法哦因为。他私底下确实是一个很 nice 的人，就是因为他好朋友的局一定会去。对，因为好朋友的局一定会不会去。 no show。他不会好朋友局反而不会 no show，可他工作上那我就觉得说，你就是不太适合跟我一起工作。的。好，就他这个例子，以工作上这样的表现，私底下还能够当好朋友的举手，不行，我也不一个都没有，性问题一个都没有工，作我也不行，工作都不行。一个都没有。工作我太到位的。对啊。我之前是爬山的时候被人家爽约，在山上被人家爽约，我们是约在一个登山口，然后但是他都没有出现，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出现。几个人？然后那个状况是这样子，因为我常常去爬百岳，然后百岳可能都是2到3天起跳那种。但是那个状况是，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去爬3天嘛，我们可能 A 山、B 山可能分哪天爬，然后最后有一座山是我们要在回程的时候，然后大家把装备丢在那个中间有个岔路。丢在那个登山口，然后把装备丢了之后，我们再上去。减轻装备。对，捡完之后，因为它那条算短，再折回来。就是丢完东西，然后上去捡完之后，然后再下来，然后再出去，再回家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走，早上嘛从那个山屋出发，然后大家一起走，把那个装备丢在那边，我们再一起上去。但是有几个人就是说他们的脚程比较慢，然后他们就是比较早起嘛，然后东西弄一弄就说他们想要先走。因为他们不想要拖累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好啊，不然我们这也贴心啊。对，先到那边也是等他们，然后想说我们会遇到他们，我们就晚一点出发，晚他们半个小时出发，但我就沿路走，然后都没有遇到他们，然后到那个我们要汇合的那个地方，他们也没有出现，这样很令人担心。对，我们就想说，他们会不会是没有看到这个岔路？对啊，然后就可能往下走，直接往出口去了。手机没有讯号。对，手机山上没有讯号，那真的是很深山。台湾的山上真的是蛮原始的，只有微信很令人担心。你要有手机讯号的话，你可能要到山顶才会有那个基地台，然后才会有比较微弱的讯号。然后我那时候，因为我们有请一个向导嘛，然后但是那向导是压队的，他就是负责走在最后面。压后面。对，然后那向导就说，不然他往山下那边去找，看有没有他没有往前面走，然后我们几个体力比较好的往那个百岳上面去，但是都没有看到他们。我们想说，担心哦，怎么可能？会不会出事了就2条路他们有而已。几个人啊？他们呢他们3个人。对？3个人。然后那群我们是不认识，因为我们那一团大概10几个人，然后那几个我们是比较不熟，10几个。对，就是朋友带的朋友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到山上的时候有讯号，然后就收到向导讯号，他们也没有在出口那条路。怎么办？你跑去哪里？我们就想说，哇塞，这一定出事。对啊，很担心。而且我有准备照片，就是你在山上哦，你在山上山顶上哦。我想说在山顶上其实可以看到人，但是你在山顶上是。你会发现人真的很渺小，你是完全看不到任何人类的踪迹，生命迹象你完全看不到。那个手展开是会喂血，对，只有他会，他眼力很好他在吸收正能量的意思吗？只有他会做这个事情。他在找讯号。他完全没有感觉在担心他们。有啦，我们几个超担心的。我们那时候只是想说在祷告啊，希望能够平安回来，有人在祷告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要怎么办嘛，然后我就想到我有空拍机，然后空拍机其实可以飞上去看，但其实你飞上去看也是一大片森林，你什么都看不到。但就想说尽量飞，我就往那个我们要去的那座百岳再飞，想说看有没有任何机会。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就是地上有一个，因为远远看嘛，然后你看下去下面有个黑影，然后有个人形倒在那边。我想说，哇靠，是不是他们倒在那边？它其实是一个湖，但是你从高空看的话，它是一个人形，它是黑黑的人形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高空看的时候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湖吗？对。但它在高空看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个黑黑的人形。然后那时候因为风蛮大的，然后就飞下去，要飞到的时候，然后我的空拍机就被那个风吹翻了。
然后我的空拍机就失去空拍机，然后我想说，对啊，我们怎么办？然后就一直在那边等，然后就等到他们打赖来，他就说他们一直听到我们在喊他们的名字，喂，然后又有空拍机的声音到处飞这样子，然后他们才说他们原来是走另外一条路，我们根本不知道的路。这样很危险耶。对啊，但是他们是不知道路的哦。比如说我们就是一条路而已，然后他们是走一条可能是古人的一些古道这样子，他们不知道路，他们也是 gay 好，他们就是乱走，对吧？然后到，因为我们就是大家一直很慌乱找他们嘛，然后找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跟我们联系的时候，然后也没跟我们道歉。那你们当下怎么没生气呢？我很气啊，但是因为那个人又不认识，然后我们又是艺人，可能到时候被人家延上。如果今天不是艺人就。发火，我可能就，我真的下次不想，但下次就不找他了，因为在身上你跟他生气也没有用，而且你跟他又不熟，你就下次不要再找这个人。对啊，我的这个朋友就一次而已，我就不要再跟他那个了，就他爽约这一次而已。约了什么？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，那我们是车友，然后从他没有驾照，骑摩托车、脚踏车，对，摩托车，对，骑摩托车，重机。从他没有驾照的时候，就大概。高中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常载他去阳明山，去压山路啊，然后他就很向往说，哎哥，如果我有一天考到驾照的时候，那我一定要就是打工赚钱，然后我们一起骑摩托车，就是压山路这样。然后他18岁那一天，他考到驾照，他很开心，他早上打电话给我，然后结果下午就车祸就过世了。啊！天哪，好可怕的故事。他们家其实都很难过，可是我们也很难过啊。就说哦，那他们家有没有发破文或者是干嘛？他说因为太难过了，所以他们家基本上都很低调。然后我那个朋友是唯一知道他什么时候就是要出殡的那一天。到了出殡那一天，我只知道出殡那一天而已。然后我就到了殡仪馆，然后就跟其他朋友，然后我们家总才3个人要去参加那个出殡的那个仪式而已。另外那个朋友他不见了。你说唯一知道资讯的那个，对，资讯的，然后他知道哪一厅，然后在哪里的那个人，然后就也联络不到他，要不我们就一间一间找，我们就开始从一边就开始。那时候也没有那个查名字的，没有都没有，然后我们就跟人是一间一间照片去对，然后从一边找，然后找没有，然后去找，然后去2边找没有，然后最后我们想说啊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连这最后一层，我们这做哥哥的都帮不到忙，然后这个朋友呢？怎么样？我们就这样很气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候一个掉链子？然后我都联络不到他，你知道我们多难过？因为我想要把最后的那个我想要送给他的那一顶安全帽给他。在那一刻我是要给他的，然后可是我送不出去呢。完了之后，然后隔天，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朋友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总要给个说法。”对啊，他前天宿醉，没有。他也没有喝酒，然后我说，要不然你真的说不过去，兄弟这样真的说不过去，好，然后他就说没有，因为他刚做生意，然后他是做那个土地买卖，然后他好不容易公司有起色，有卖了一笔土地，然后他阿嬷就跟他说，哎，你现在流年正在顺，婚丧喜庆那种丧的，你就都不要参加，就因为他阿嬷这句话。可他可以传递讯息吧？他也就不传，他就听阿嬷的话，他就不做，他就这样不见，30几年没有在这边。哇塞，而且是人生大事。对啊，我不能去磁场不好的地方，但我连讯息都不能传。对啊，合不合理？不合理呀，一个一个比荒谬。好，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我非常生气的故事，因为呢，我觉得呢，目前所听到哪一个不气啊？都气。可是我跟你说，如果是在工作上的话，我就零容忍，没有办法接受。工作上，对，因为我前一阵子呢，就是拍了一个业配，然后那时候呢，我就找了一个小女生，然后呢，因为她帮我朋友拍，然后我觉得她拍的很漂亮，然后那个风格我很喜欢，我就请我那个朋友介绍说，哎，那你可不可以推荐她给我认识？然后我有一个业配，我想找她拍，然后我朋友就好，就介绍给我，然后来的时候那天那个女生看起来就是
就是干干净净的，然后也是好像很正常这样，然后拍也是拍出来的东西，我看一下画面，也不错，也把我拍的漂漂亮亮的这样子。那不容易。什么叫不容易？什么叫不容易？这是好朋友，就是拍的不错，还有用心在拍很用心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这样。然后但因为我那天有事情要先走，然后所以有一些那个产品的细节，我就说那不然你就带回去，后面再补就好。对你后面再补就好。他就说那他带回去拍，我说好 OK， 因为他家自己有那种小棚嘛，可以弄得漂亮一点这样，我就走了。然后走了之后呢，我大概给他2周的时间来剪接，其实很充足了吧，短影音而已，也就是来30秒左右这样子哦，非常的充足。然后我就时间差不多，中间我就也没催他，因为我就觉得说。就是信任人家嘛，这样，然后大概是在快要到那个 deadline 的前3天的时候，我就传讯息说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3天后我要看那个影片，我要先看一下有没有哪里要修图啊，对，所以我就说麻烦做后期处理，对后期的处理这样，然后所以我就说那3天前一定要记得给我这样，他就说好没有问题，然后我已经在进行了这样，我说好谢谢，然后呢时间就到了那第3天，我就问他说，不好意思那个影片今天可以给我吗？这样，他说不好意思，因为还有一些小细节在修这样子，然后说我可不可以明天再给你？我就说好，那你明天再给我这样。然后呢，就过了隔天，到了第2天的时候，我说那不好意思，影片可以给我了吗？他说抱歉，我今天肠胃炎，所以我今天可能没有办法完成那后面的部分，这样，我明天一定给你。我说好，还可以容忍一下，对，还可以容忍一下。最后一天，好，明天给我，我就想好，到了隔天。我就传简讯给他，我说不好意思，那今天影片终于可以给我了吗？假笑一下，然后他就给我人间蒸发，就在那一天哦，就不读不回了，不读不回，消失 disappear， 不见了。怎么办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办？因为厂商那边就要交啦。对。然后我们是有签合约的，就是如果说你 delay 的话，就不是会有什么违约金啊什么有的，因为他们也有排程嘛。然后我第一件事情当然赶快就是先跟厂商说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不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们的几件事解释一堆。然后呢，我就赶快找他，我一直疯狂传讯息给他，我说不好意思，请问你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然后怎么了？那影片先可以给我这样，真的都没回哦。然后就这样。中间帮你介绍那个朋友，就帮你弄把。我找了，我请我那个朋友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联系一下？他了也联络了，也是不读不回。然后就这样子过了1 weeks later， 就1个礼拜过去哦，他都没有出现哦。然后突然他出现了，他突然回我了，他说抱歉，因为我最近身心灵的状况不是很好。天哪！然后我说那不然影片呢？因为那前一次他不是跟我说他已经快剪完，剩一点点小细节。我说那没关系，你现在就把你剪到多少你不管，你就是先给我，我赶快找先求有，对，先有，我赶快找别的剪接师继续剪嘛，这样。然后他就说好，然后我就说那你赶快给我，然后他说好没问题。直到晚上的时候，他的确给了我影片了，他给了我一堆片段。他根本没有剪，没有剪，然后他根本没有剪，我就想说你没有剪，然后我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可不可以麻烦？那我就想我也不想跟他啰嗦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说好没关系，我检查一下，我赶快找剪接师。结果我在一堆影片里面根本没有产品的单拍。他拿回家但没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因为没有产品的单拍，我就要拍嘛，所以我就说，那我可不可以赶快快递，就是去找你拿产品，赶快回来拍这样。然后结果他就说，好，那我现在给你地址。然后我就说好，那麻烦你地址发给我。然后他那时候就给了我一个木栅的地址，这样子，那边比较阴哦，那边这样，对，那边很阴。然后我的那个快递就去了，没有这个人，他给的那个地址。没有这个人在搞什么？我的天哪！对，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在怎么这个年代这个年头什么人都有，真的什么人？这真的是我近期遇到最扯的。然后没有这个人哦，然后后来我就再传讯息，他说你地址是不是给错了？然后他又消失了，他又身心灵状况不好了，阿弥陀佛。然后结果后来他终于又出现的时候，他就说不好意思，我给错地址了。然后他的地址是在新店，这差太多了吧？什么意思？新店跟木栅其实有一段距离。对啊，就是完全就是旁边附近不太远。是啊，不是重点，这就是不一样啊，不差2号这种。这个人我们会不会碰到？
该是不会，你最好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好可怕太可怕了。真的很可怕。卞庆华被朋友放鸟，结果竟是现世报。很多厂商都认识我，然后他们会有很多比赛，那个厂商都是赞助我的。然后他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几个朋友要来？然后他可以一起 sponsor 这样子。”比赛前一天呢，然后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就不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跟他做朋友？说实在，或者说可能下雨或天气太冷，或者说会爽约我朋友。在讲报应的故事啊，我喜欢听，我喜欢听。真的很可怕，危险，太可怕了。可是你那个跟他合作过的朋友都完全没有说他有任何异状吗？因为我那个朋友他可能也只是跟他拍过1、2次，只是因为我看到那时候他身心的状况是好的，那时候他身心的状况很好啊，现在身心状况不好，好像直接开天窗哎。你刚好在他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遇到，早点跟你讲，你还可以改，他很可怕拖到最后。对，太过分了，真的太过分了。超过分的，好怕这种哦。啊！我现在真是好难过，哇，真的好可怕哦，真的哦，好不舒服。下段你自己进行哇。下段，然后第二环节呢，我们要来看看的是他爽约的原因。Oh my god！ 这些爽约原因真的太扯了。但是现在扯的原因是扯的原因，因为我自己其实因为刚陈哥讲到，人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好像有可能是有点反噬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什么反噬？反脂肪啊，反式脂肪，不是反噬，就是可能你做这件事情做太多，然后反扑啊，这件事情可能会反扑到你身上来。对，因为我自己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有时候说实在，或者说可能下雨或天气太冷，有时候会爽约我朋友。我可能那你会讲吗？我会早上起来打个电话给他说，我不去，临时不去了。对，我们下雨哦，临时这样子。你现在说的是一个报应的故事。对，我觉得自己这样想想，我觉得我有可能是报应哦。在讲报应的故事啊，我喜欢听，我喜欢听。哎，你有兴趣啊？不是真的，我觉得这有可能是报应。然后后来我就遇到几个朋友，然后也这样子对我。然后因为我骑脚踏车，因为我可能就是艺人嘛，然后骑脚踏车的时候，可能身边会比较多女车友。然后因为骑脚踏车女车友可能就是真的非常少，然后就有几个比较漂亮的女车友，有那时候是一个外国人，外国的女车友，外国人对，然后我身边几个朋友都很喜欢她，超级喜欢她的，然后我们在群组里面，然后就一直说，便你可以约她出来吗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去阳明山骑车这样子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约了加我嘛，然后等于4个男生加她1个女生，然后我们就约好说骑完车呢，我们再去吃什么牛排或者吃土鸡城之类的，然后我们都订好餐厅喽，然后到那天早上，结果我到了，就跟那女生都到了，然后他们3个人说都没有出现。我就直接被他们放。他要撮合你们2个，那不正好？没有，不是，那个球都是他们的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他们对他很有兴趣。对啊，他们对他超有兴趣的。然后结果早上来的时候都没有出现。为什么？然后就有一个跟我说，他手机啊被他女朋友看到，然后就直接就是被他女朋友禁足，不能出来。然后另外跟我说他睡过头，然后另外跟我说他身体不舒服，然后3个就直接都没有来。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，那那天跟女车友的相约还开心吗？超尴尬。然后那个女车友就是。他就是想要拍影片，然后我就陪他拍了很多影片，然后就一直沿路陪他尬聊这样子，然后他最后还请他吃饭，因为一开始就想说讲好说要请他吃饭。可是对我来说应该很开心的。对啊，听起来。但我对那个女生还好。在一起了没有？后来没有，后来没有，我没有跟那女生在一起啊，因为那个女生不是我的菜，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的。那你的菜是属于哪一种？你的菜是什么样子？我的菜就是要。我腿控，就是然后那女生因为骑脚踏车，所以腿比较壮，对，我喜欢腿细细的，可能像都没有，第一把那个都没，你有点礼貌哦，你有点礼貌，对不起，稍微，你现在穿比较短，我都没有看你一眼，对不起，看完2遍，失礼，看完3个，依依的本人这样说，对，汤依依呢，他喜欢高的，对，喜欢高的，我喜欢170左右的，真假？刘璇那样子。还好，我也喜欢吃控肉。英英嘛，我觉得英英那种。刘璇太高。对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被反噬吧。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是比较夸张，就是因为我骑脚踏车骑很勤的关系，所以很多厂商都认识我，然后他们会有很多比赛，然后可能都会邀请我去。然后有一个厂商呢，他是预算比较多，然后他会办比较高阶的那种比赛，可能就是环花东，然后他这个赛程比较贵，这个赛程可能就要报名费可能就要1-2万块，然后他会送你车衣，然后又会让你住好的饭店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厂商都是赞助我的，
然后他问我说，你有没有几个朋友要来？然后他可以一起 sponsor 这样子，就是就算是素人都没关系。然后我就邀请我朋友去，然后我朋友说，好啊，然后就一起去。然后结果呢，就是因为车衣会先寄到嘛，然后那些名条啊什么都会先寄到，然后我就在群组里面跟说，那你们都收到了吗？那到时候要怎么名条要贴好啊，贴在安全帽上面这样子，然后当天要穿哪一件车衣，因为他总共寄2件，然后那一套都是1万多块的。哇哦，车衣跟车裤其实都很贵，然后都1万多块，然后都送给我朋友这样子。然后到比赛前一天呢，然后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就不来了，他就临时不来，一大早就不来哦。没有理由。他理由就是说他跟他女朋友分手失恋，他心情不好，他不想出门。你现在讲朋友都是上一个故事的同一批吗？有一个是同一个，就这个是同一个，对。那习惯性爽约。对啊，而且他真的算是习惯性爽约，爽约到后来，比如说他跟我借钱，然后也会约好日期，他会爽约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朋友，但我跟他到现在还是好朋友。对人不了解的，本来就不能跟钱有关。对钱不清楚的，就不能有后续。对，就不要再聊其他的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就而且朋友不要有钱。好朋友。可是我又觉得他很可怜，然后我们真的又蛮交心的。交心。以前真的是算是有一点一起长大的感觉。多少钱？可就几万块而已。但他就你不觉得有压力就好了，你开心就好。没有啦，他后来也是有还，他慢慢还。对啊，但我到现在还是跟他联络，到现在也是蛮好爽。但他那个爽约真的是让我觉得蛮丢脸的，对厂商也超不好意思的啊。你看厂商等于那个报名费要3万块，因为你等于帮他背书哎。对啊，他然后他又送他衣服，他弄坏是你的诚信，整个人就不来，然后我跟厂商在那边赔不是。我的这个。是千真万确的哦，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真的是扯中之扯。哎呦，就是我有一个经纪人，然后呢，他以前真的会有各式各样荒谬的理由，但我都有去求证，这是真的。然后，但有一次呢，是他害我工作直接出包。那一集的录影工作呢，是我们每个艺人要带5个懒人神器，因为我们前面都在蕊嘛。那因为我就只有3个，然后我的经纪人很贴心说，其实我这边有2个懒人神器，那录影当天呢，我帮你带来一起。我想说 OK 啊，没问题啊。但录影当天呢，我都书画好了，他还是消失，就整个人一直打电话都打不通。然后后来呢，真的是已经要录影了，我只好跟制作单位说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经纪人平常都很准时，今天却没有接电话。然后有2个懒人神器是在他家，他要带过来。我说我今天就真的不好意思，我就讲3个，已经对制作单位很不好意思了。就录影完之后呢，他好不容易电话来了，他的理由是他家的仓鼠巴掌大的仓鼠。去做了磁振造影，因为他家的仓鼠。兄弟聚会临时爽约，理由都是因为他。我们有几个非常好的兄弟，其中有一个他在桃园，所以我们可能每过几周就会去桃园找他。结果我们就到那边之后，然后就他是地主啊，然后他就突然没出现，就他就说因为他的女朋友刚刚量体重。好傻眼哦！他的理由是他家的仓鼠巴掌大的仓鼠去做了磁振造影，因为他家的仓鼠牙齿痛，它是啮齿科的，他家仓鼠仓鼠去宠物沟通，牙齿痛到受不了了，所以他带他去台大。宠物沟通，对，宠物沟通，真的很神哦，牙痛真的带他家的仓鼠去做磁振造影，然后重点是这个磁振造影的机器很大，对不对？仓鼠在小身体只能照到这边嘛，再近一点点而已，然后再一进一出，他还很生动的跟我描述，然后有说有笑的，然后他还给我不能先讲一下吗？但因为他是很临时，他做很临时的仓鼠的牙齿痛。他们把那2样懒人神器送过来，再送他去照磁振造。陈哥想到当时没想到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理由太荒谬。然后他还拍给我看仓鼠真的有去做磁振造影的那个过程，然后他后来真的是宠物沟通有效，他这边真的是好像某一种很重大的癌症之类的，他就是磁振造影完之后，需要治疗，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延伸到1个月后，某一个工作厂商，我要讲
置入业配，所以我那天很紧张，又要跟厂商对，又要背很多东西，然后他又不见了。他又消失，我就又一直打电话给他，又不见。对，也是工作结束之后呢，他就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我家仓鼠死掉了，然后我要帮他做药师忏跟水忏，因为宠物沟通说我跟他上辈子有缘，他上辈子是一个农家子弟，我们有结缘，所以他这辈子不用再当，他这辈子修完之后，他下辈子可以当人，不用再当宠物了，所以他要帮他做药师忏跟水忏，然后我就说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仓鼠怎么做药师忏跟水忏？他说跟人一样，要跪在地上帮他旁奔。我就说，请问旁什么奔？他说旁仓鼠喜欢的葵花籽跟蔓越莓。然后这件事情千真万确，因为我们真的有做，对他真的有做以外呢，我们碰面的时候，他爸爸打电话，我有听到他在大骂说，老子过世之后，你都不知道会不会帮我旁奔，一只仓鼠你在那边旁奔，跪了1个半小时，然后他爸爸就很生气，因为他这些好像花了7万块，这么扯，哇，这是不是一个很瞎的理由？但你也不知道怎么生气，对啦因为他真的有做。那我今天这集会生气耶，尽管是你负能量又来了吗？我的朋友当中有1、2个有这样的鬼故习惯，事的，会找不到人。对，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好讨厌，好讨厌。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兄弟，然后因为我们每一周就会聚集一下，其中有一个他在桃园，所以我们可能每过几周就会去桃园找他，要平衡一下，对，平衡一下。总是他来台北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应该蛮好。对，然后窝心。因为那个是可能他当然希望我们去嘛，然后就安排好说好，那不然去那边，那我们就可能小喝一点酒，然后就直接住他家这样。很好，听起来都很 OK 的。对，结果我们就到那边之后，然后就他是地主啊，然后他就突然没出现，然后就一直在，可是他一直在跟我通电话，就是一直在跟我安排说，他看看晚一点能不能出去，晚一点能不能出去，反正就一直没来，然后最后才跟我说，他今天真的不能出去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就是理由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可能说，你如果不行，你应该要早点跟我们说。对啊，就他就说，因为他的女朋友刚刚量体重，然后胖了1公斤，然后觉得很没有自信，就很低落。什么东西？胖了1公斤，他觉得很低落，会不会所以他要哄他？因为我们其实知道他女朋友的个性，就是知道说这件事情是真的，很可能是真的。因为我们知道他女朋友的个性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扯，你并不会觉得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男生我们会觉得他没有问题，可是他真的太疼他女朋友。那个男生很有问题。对啊，我也觉得。他是对女朋友非常非常好，马子狗就是什么都以女朋友为主。这很有问题，这个感情一定会有问题他要哄他。对啊。那他女朋友后来因为他把这个理由跟我们讲，然后也生气了，因为这感情超有问题。他女朋友后来这个事情被他拿出去告诉兄弟了，所以女生会觉得很丢脸啊。竟然告诉别人，因为我就是那女生还是有羞耻心的嘛。对。他有这事情讲出去会很丢脸嘛。对啊，因为我就见到他，我就直接问他，我说，听说你上次因为你胖了1公斤就呢？他说，他又在乱讲话什么的。他说我那天真的很低落。你也不能遇到人家就讲啊。我都是属于上次没来是因为你胖1公斤不行了吧？我都是属于自己，因为我会觉得这理由很 maybe 很瞎，然后我就看那个男生就一直面无表情，假装没听到我们讲话。不行啦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这种男友蛮好的。我胖了好几公斤，我老公都没有哄我。没有，不一样。你老公对你真是放弃治疗，不一样。爽约惯犯装可爱，意外拖累儿童界巨星。他有一次爽约，他就说，今天被长官骂了，所以我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，这样。然后我也好想骂他哦。对啊，真的会有人这样讲话？那是天线宝宝吧？对啊，天线宝宝吧。黄心怡，假笑主播来最扯的理由是什么？最扯，我有会比你这个人扯吗？我想一下。先讲，连我都怀疑了。先笑一下再讲。对，就是这个人啊，你不要再 cue 我。好，我这个朋友他真的很丑，他
从以前就是一个很爱迟到，不然就是爽约的人，惯性迟到我们已经跟爽习惯到，就是他迟到1小时、2小时都是觉得很基本这样。然后如果他突然不见，我们也觉得就是 OK。等一下，我想要知道像这样的人为什么一直都有朋友？是因为他个性真的很吸引人，他很善良，他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可是行为很恶劣啊，很可爱善良，所以他一直迟到跟爽约是可以被原谅的，可以接受。因为他每次来的时候，就会他讲话就是这样，哎 ，hello， 慢慢的。那是天线宝宝吧？对啊，天线宝宝吧？确定这是人吗？人，真的会有人这样讲话？我来了 ，hello。然后他就每次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觉得他有一种傻的很可爱的感觉，这样。然后他每次讲的任何理由，我们都觉得很可爱。就例如说，他有一次爽约，他就说，今天被长官骂了，所以我要平复一下我的心情，这样。然后我也好想骂他哦。对啊，可是我们就觉得说，好像合理这样。然后不然就是他就会说，我们家狗狗今天走路的姿势怪怪的，所以我要观察一下。可是他都不能提前讲吗？就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，都会突然有对，突然就，然后这个理由我们也就是也看他那个那个样子，我们又骂不下去，就是很可爱啊，这样。你们算是同情他了。对，也不是同情他，就很可爱。好，然后总之有一次我们就约吃饭，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讲到说，我最近可以去订一间那个米其林餐厅，很贵，很难订。但是就是我就揪朋友说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吃？但我没有揪他，因为我知道他就到时候又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就糟了这样。因为你知道米其林餐厅就是你 no show 他不管的嘛，他一定是跟你算钱嘛，然后什么对，然后又很不好意思，而且搞不好会变成黑名单，你以后就订不了那间餐厅了。对，那不行，对我大忌。然后所以我就都没有约他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听到，他就说，今天我也好想去吃这样。然后我就说不行，你不能去。我说因为你一定到时候会 no show，不然就干嘛什么的，你不行。可是那个月是我生日，这样嘛，就说他很想要就是生日完蛋了这样。然后我们就一直被他撸到就是好像就是他生日，然后你那么难订的餐厅，他又这么想吃，然后就是不给他去，好像又说不过去，所以最后就真的留了一个他的位置。哇，完了！我跟你讲，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。到了当天，我们就是去到那个米其林餐厅，真没来。我跟你讲，那米其林餐厅呢，它是一个吧台哦，然后是例如说2个位置，4个人都不认识了嘛，可是它是要集体开餐，你知道，就是要时间到，集体，对，到时间到，然后集体开餐，明白。然后呢，像omakase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坐在那边，对，板前料理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边，然后就哇，糟糕，心情忐忑不安，因为他也有迟到，也是很有可能，可是我们已经千交代万交代了，然后时间就到了哦，就是他就是6点半要开餐，然后哇，客人陆续全部都很准时到，就那个位置不见，然后呢，所有人就你知道一直看着我们，想说到底是那这时候路上随便抓一个进来都可以。对，但是他的这个脸就是那种这样子啊那种感觉。然后呢，服务生也一直过来问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请问你们的朋友要到了吗？”请问什么？我就说：“应该快到了。”传简讯给他，不读不回。然后呢，打电话给他没接，然后想说完蛋，剉赛，那到底是要等他还是不等他呢？到底要去？好尴尬。对，怎么办？你们等不等？不等。你们要不要立刻抓一个人来吃？当然。这种没那么好约啊。对啊，因为你也瞬间就是吃饭当下是绝对。对啊，当下也没办法。然后总之后来当然就很不好意思，我就说因为全部人都在等，我就找你妈来，找你妈来，这是最好的方式。对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那不然我们就先开餐好了。那他说，因为你这个也不能退哦。我说他一样会出嘛，对不对？那他说，那我就照出。那因为你知道米其林餐厅也没有什么打包这种事，没有的，他就是照出。然后我们也在想说，要帮他吃吗？可是又怕他等一下又来了。然后他等下又没东西吃，还是怎么样？反正我们就那一份就也好，反正他就照出，然后就那一份就放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就一直慢慢吃到了最后，他还是没来。然后呢，那你知道那一餐一个人原价就是原本一个人，我们还有那个嘛，就是 wine pairing 什么的，一个人就已经1万多了，好贵一个人。然后我们还要 share 他的那个，而且你有先付定金了吧？对，而且我们还要 share 他的钱，因为他一定是要算钱，所以我们最后走出去的时候。2个人就一个人就是大概快2万块，花了快2万块在那一餐，还帮他付。然后呢，然后你们把
把那个餐吃掉吗？对，你们有吃掉吧？因为我们吧后？来也吃不下了，因为你知道那个好汤也很多，对，很浪费。对，浪费。然后总之呢，有帮他把酒喝掉吧？对啊，酒是一定要喝的，酒要喝回本，加倍。酒是一定要喝的。对，我都怀疑我认识你那个常常宿醉的朋友，有可能。会不会是同一个朋友？对啊，而且又超快40岁，他讲话会这样子理由吧？对，然后总之他就就不见哦，然后他就人间蒸发了好几天哦，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又出现了，我就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就是都没有来？然后害我们花那么多然后你知道他给我理由是什么吗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最近钱嘎不过来。他说，所以我刚好还看了一下那个餐费，好像很贵。我去吃完之后，这个月就要吃土了。好的，酷毙了，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删除联络人。所以他故意啊。是不是连？所以你们来找我，知道我要去吃那个，可是我不能接电话，因为我接完就要去了，我不能接。对啊，对耶。可是明明是他自己说要去的，对，明明是他自己说要去了。他这个是犯众怒的事情，对，而且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，那不值得投入任何感情，对，不值得投入任何感情，真的他没有信用的人呢。我就是表面上维持啊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因为他是一个读历史本文的一个读历史本文，他对于原住民的文化，他了解很多很多。要去吃饭的这个日子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莫纳鲁道正在磨刀，我们要依他的那个心情，要是在家里等待那个讯号发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立刻要攻打敌人。”是为了纪念他那时候做的事。对。然后他常会这样，然后会有一些约，我们会慢慢的就不约他。入山打猎被放鸟，超狂原因只能认命。有一次是去他的领域的山区，我们大概7个，然后我们6个人都到，就他还没到来，然后找他，我说：“哎，浩浩，啊你怎么没有入山？”他说：“你们没有遇到祖先吗？”他就说祖灵有跟他讲话，就是哎呦，他就回去了。会有一些约，我们会慢慢的就不约他，可是他的姿势会让我们学习到很多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去山上狩猎的时候，也是会找他，因为有一次是去他的领域的山区，我们就约好在那个猎寮等，那就各自入山嘛，我们大概7个，然后我们6个人都到，就他还没到，然后我们想说啊。他可能还在翻历史课本吧，他可能还在对什么，那我们也就都习惯了。第一个晚上他没来，然后他可能找不到他的那个枪还是什么之类的啊，那我们再等1个晚上啊，因为那个区域我们不熟，所以我们不乱走，不乱走，因为会有很多的陷阱是你不知道。哎呦，有陷阱，对，有人装陷阱，对，设陷阱，然后所以只有本地人知道，然后所以我们要等他上来，结果他没上来哦，怎么办？不就下山好了？要不然怎么办？要不然你看再过几天，你看这那个堰塞湖就开始在流了嘛，然后我们就赶快就赶快对啊，安全起见哦。然后就下来，然后找他，我说：“哎，浩浩，啊你怎么没有入山？”他说：“你们没有遇到祖先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们为什么要遇到祖先？”你排湾族的你没有遇到吗？我说没有遇到啊。你没有看到我在那个登山口有留那个讯号吗？什么？我说什么讯号？因为登山口它有很多个，我怎么知道你留在哪一个？然后他说你们至少有遇到祖先吧？没有遇到祖先呢。祖先长什么样子？祖先就是百步蛇啊。然后他要入山的时候，他就遇到一只很肥的百步蛇过来看着他。那百步蛇有跟他讲话吗？他就说祖灵有跟他讲话，就是你回去。今天不适合打猎，他就回去了。其实我们第一天就是可以会合的哦。会是台湾民间故事呢？对啊，这是真的啊，这是真的。蘑菇没有排湾族是真的，我们不换的。对，没有排湾族是真的遇到百步蛇是会这样，好像是，是哦，就是真的哦，就是你在打猎的路上遇到百步蛇，就是祖灵过来通知你。有人放屁，有人放屁也要回去。对，为什么？有人放屁要回家等待。为什么？放屁要回家等。为什么？对，爬山超会放屁的，因为气压一直变化，你会一直放屁。那他不能通知一下遇到祖先的事吗？没有，他说他有通知。就是他有在登山口，他有留讯号说祖灵有告诉我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上去。然后是我们没有看到，
啊，不是登山口有好几个，好几个。他说我留在那个最大的那个石碑那边，好怪哦。隔了1个礼拜，然后他自己又约了一个局，哎，要不要去？这次 OK 的啦，这次一起，我们就说哦，我们就一起了吧，不能走了吧？一起，真的我们就一起上去了，然后就大概准备4、5天的粮吧。当天晚上他人就不见了啊，晚上哦，然后我们要轮流守营嘛，来，轮流守营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那个营区你，哎呀，你守在那边呢，轮流守营，白天还在，晚上又不在了。对啊，因为他去守营的时候，因为他会巡嘛，然后巡一巡，他人就不见了。我们想就是下山去找他，他又在家里啦，他又在家里啦，惯了他又在家里门口，在那边在磨他的刀。我想说，你怎么会回家？你为什么要回家？你把我放在那边干什么？我5、6个人又在那边。他说。你们都不读书吗？我说打个猎读书什么关系？你告诉我，你们没有看到那个台风草吗？我说什么？台风草又是哪里的？你跟我讲，泰雅族的本文你没有看吗？你看一下这个月台风来几个？然后我们讲来3个啊。你看那个台风草有没有看过？它长得很像那个以前在包粽子那种叶子，长长的。然后山上的风很奇怪，就是有过一次台风，它会先预留折一次，就是会有1次台风。然后结果他看那个折痕是4个，可是今年台风只有来3个。他说啊，晚上会有台风，所以他就离开了。他就离开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为什么没有带你们一起逃呢？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说要撤离，会有台风这件事情？我说，哎呦，所以你们都不看书的吗？我们看到，哇塞，你都，哎，他自己撤离耶。所以那个晚上真的台风来吗？隔2天。哎呦，隔2天。然后他一直以为是，原住民的猎人都要具备这个知识。跟这个常识，所以他撤离是正常的。他在高估你们。对，你们都没念书吗？觉得你们还没回家哦？他反问我们还没回家，你不带我们回家，我们还没回家哎！哇塞！哇，我觉得太好笑了，这个才无言吧？把你们今天这些症状弄一弄，其实可以弄好几个有问题的人出来。对，然后再变成一些好像天龙特工队一样。对啊，有人讲话是这样的。大家去出任务，然后说对有危险，走。对，所有人都不知道人呢。然后后面的那个还在，他就这样不见，他没有，他就不见了。我们生活中有时候会有一些朋友像幽灵一样，时而出现，时而又消失了。有这种人，捉摸不定嘛。有这种习惯性搞失踪的行为，会伤害友情，更可能是未来关系破裂的隐忧。千万不要当朋友眼中的那个 no show bad guy，OK？女王大人，下次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冰姐吧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